在这里，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精湛的工艺水平，什么是法老创造的奇迹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古埃及有多么的聪明。这个技术，古埃及人他是钻研了100多年。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这些盗墓的人能够直接绕开所有的阻碍，到达法老都市啊？所以他们每一块石头之间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天哪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是萌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。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来过，所以这次怎么都得带他来看一下。我以为我们是最早的那一批了，没想到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早呢。大家都赶着最早的时间来。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对呀，这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。你要不要先走到他脚底下去？好，天哪，这真的有点离谱了，这也太大了，我心脏都跳了，都跳得更快了。你发现没有，在这个迷雾当中，整个金字塔显得更加的神秘了。更神秘了，对。对啊。整个金字塔呢是建造在开罗郊区的一块高地上边，叫做吉萨高地。所以它的这个金字塔虽然只有140米，但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看得到了。它的巨大和神奇，在很远的地方就领略得到。我记得我上一年来的时候也是，来到这里真的感觉很震撼，因为实在是太大了。主要是内心很澎湃，但是又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。天哪，它一块石头有那么高！哎，它那个门是什么门啊？那个是正常的金字塔入口，就是它建造陵墓的大门，但是那里是用了很多花岗岩，就是很难突破的坚硬的一个门。所以他们从这儿进啊？对，他们是那个盗墓者盗的洞。那里面可以进去，这洞一看就盗墓的盗的。对，现在在我背后的就是4600年前埃及法老复活仪式当中重要的一台机器——金字塔。金字塔里面到底有多么的恐怖呢？它为什么会被称作世界7大奇迹？以及里面到底有没有埃及法老的木乃伊呢？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。我们今天可真是又斥巨资，花了3400大洋，买了4张票，来到了金字塔。从11月1号起啊，涨价25%。对，所以说又贵了。金字塔建造时间是大概在4600多年前，很难想象这是靠人力能够完成的一个工程啊。我们现在是进到金字塔内部的一个盗洞里边了。这个盗洞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砸出来的，可以看得出来特别的不平整。他点的这个灯好有氛围感啊，就像是盗墓一样。到这里之后呢，就是真正的墓室的通道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个小墓室，地下的，这个呢就是备用的墓室。对，胡夫法老备用的墓室，他们担心在他没建成之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就先挖了一个备用的。这里是整个金字塔正式的一个通道了。天哪，这后面也太长了吧？对。哇。这个要多久啊？弯腰一直弯着吗？对，一直弯着。去年夏天来是什么感受？很闷很闷。这个通道呢，其实就是他们建造的工人要逃生的通道。啊，真的啊？对，这个通道特别的窄，只能允许一个人通过，弯腰通过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有幽闭恐惧症或者有心脏病的，最好不要进来，特别难受，特别压抑。啊，上面有人下来了，我们又得让开了。哦，好的。对，一大把过来，太难受了。哦，你没有上到墓室啊？没有。哦，是因为上面太难受了吗？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，有点压抑，可能。太压抑了。啊。哦。竟然有人放弃了中途。好大的味道，他说。我腰都快断了。我在这儿都已经闻着味儿了。天哪，这怎么走啊？走完这个狭窄闭塞的通道之后，迎接我们的就是高达8.6米这个大走廊了。在这里，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精湛的工艺水平，什么是法老创造的奇迹。这里所有的墙体都是由石块堆砌而成的，而且越往上，越往内收缩，往内收窄，这个就是古老的叠色技术了。而且你看这里。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地方就是皇后的墓室，上面是国王的墓室，就法老，但是现在是拦起来不给进了。在大走廊这里的每一个石块都非常的平整，可以说是严丝合缝。传说中的金字塔的石块石缝里面塞不进一张信用卡，说的就是大走廊这里，然后还有胡夫的墓室，这里的工艺水平真的是十分的精湛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上走啊。
所以它为什么上面越往高，它就越要往内收缩啊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头顶上是几百万吨的那个巨石啊，就如果它不用这个叠色技术，如果它没有把这个石头往内收缩的话，它这个压力不可能会均匀的分配到这个墙体里面，所以随时会坍塌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古埃及有多么的聪明，他们使用的这个古老的叠色技术。所以他们每一块石头之间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天哪！这个大走廊真的是太震撼了，能够真切的在这里感受到法老的那种权力的象征，什么是皇家气派，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这也太热了。对。天哪，我已经大汗淋漓了，现在。很压抑，这里的空气很闷的。整个大走廊是长47米，我们不停的要往上爬。这大走廊建设的真的是太精妙了。这上面怎么能滑成这样啊？这是以前因为不保护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是被游客，对，现在也不保护。他有一些游客来到这里就在上面滑，到此一游。他们不害怕吗？害怕什么呀？到这儿一游。现在是前往墓室的最后一个小通道了。在这里，金字塔的设计师，他们很聪明的设计了3个巨大的花岗岩放在这上边，因为他们认为是没有盗墓者可以徒手挖开这里的花岗岩，但是百密必有一疏，盗墓者也很聪明的绕过了这个花岗岩，从上面挖了一个通道，然后就进到墓室里边了。哇！直接绕开了。天哪！所以他们认为是金字塔建造的那些工人、内部人员盗了墓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前往墓室。小心啊，小心空投。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胡夫的墓室里边，在这里很简单，大家看一下，空寥寥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是一般人进来的所有的想法，但是我在这里要提3个大家不知道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胡夫的棺椁，这个棺椁，这个石棺它也是花岗岩制成的，但是它尺寸特别的大，是没办法通过正常的通道进来。所以说古埃及人在建造墓室的时候，他们就提前把这个石棺棺椁给放到这里来了，而里面也没有法老的木乃伊。在南北方向的墙壁上面是有2个封口型的通道的。但是这2个通道有什么作用呢？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搞清楚它的用途。那边也有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墓室的上方，它其实还有5个减压室的。这个技术，古埃及人他是钻研了100多年。就这5个减压室，它就解决了金字塔的承重问题。它是保护着法老的墓室不会被天花板上那几百万吨的石头所压垮。我刚看有一个人爬进来。我发现在这里有一种黑白颠倒的感觉。黑白颠倒。而且还有上下颠倒，就是你往那边看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哪个才是正面。对，对，很神奇啊。对啊，就是看过去好像那个才是那个肩。嗯。你发现没有，金字塔里面的气味特别的臭，特别臭，有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，1000年的腐味，腐臭的味道，木乃伊的味道。嗯，进来之后，这个味道真的是难以形容，特别臭，就有点像是那种闷了1000年、几千年的那种，腐烂的味道。他下去的时候应该弄一个那滑梯，在法老的墓室里面装个滑梯，也亏你能想得出来。不太那个尊敬。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。参观完金字塔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坐在这个金字塔的脚边，太爽了！一个世界文物竟然能坐在它的底下。对，然后最让我震撼的是，我是觉得啊，它不仅仅是建设一个
宏大的项目，它更多的是关于怎么去协调人力物力。毕竟它建一个金字塔，几万人、十几万人，对不对？它需要协调好这些人的衣食住要怎么解决。对。那就医生病了要怎么就医？然后他们那些生活用品要怎么运过来？没错。然后他们建设的材料、木料、石料，还有那铜，就是那些东西要从全国各地运过来。要怎么去协调好这个动作？所以这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供应链。对，他们在巨大的网络，是不是？对，4600年前居然有这么大庞大的供应链了，太厉害了。更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设计这个金字塔，对，而是关于怎么去协调这个人力跟物力的东西。对，怎么去最后落实，真的建成这个东西。对，建成之后，你看，整个金字塔就屹立在这个吉萨高原里边，成为世界瞩目的7大奇迹之一。真的是让人难以相信啊！这个东西真的是靠人力给建设出来的。对，所以通过你分析完了以后，我们更敢相信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不是人建出来的，对吧？外星人，我觉得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现在我们就参观完金字塔了。通过这一次参观，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人类惧怕时间，而时间惧怕金字塔。